99%的股民都不知道，下跌的股票这样买可以买在低点，并且很容易就起爆上涨。如果你炒股多年，却只会看技术指标，而不懂得量价的分析，那么炒股哪怕再炒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在低点，并且买入上涨。今天我们通过量价的角度、量价的方向，教会大家如何在下跌途中找到市场下跌的刹车点位，精确的买在下跌停顿的时候。大家好，我是阿哲，今天我们来学习量学小课堂的第11讲地量刹车，它是属于高低缩放成交量适量当中的第二种类型地量的知识点。本期视频的全新内容：地量刹车。何谓地量刹车？什么叫做市场下跌的刹车点位？在前期我们的行情解析视频当中，也就是每周五更新的技术分析看市场栏目，我们曾经呢通过刹车的这个概念，教会大家怎么去看市场当中止跌的位置。比如说前期这两个低点应该怎么样去把握，怎么样去识别到。通过 K 线，我们也可以去找到市场的下跌的关键刹车键。如果你对于这两个视频没有印象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每周五都会更新有关于市场的实战的解析和分析，里面有提到很多其他的关于技术分析的使用和实际的应用所以呢，如果你是感兴趣，也可以时常关注每周五更新的技术分析看市场系列。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通过 K 线的角度先来认识市场的刹车。那么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市场的正常的运行，股价的运行下跌途中一般是什么表现？正常的下跌，它的表现就是实体应该在不断的降低，这个叫做下跌，甚至呢应该最高价、最低价也不断创新低，这种叫做下跌，较为流畅的运行。而我们将某种形态定义为下跌的刹车形态，就是股价不再出现实体创新低，甚至实体也没创新高，这种就是在下跌途中它又没有出现明显的止跌，同时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而是一种停顿的现象。这种停顿的现象，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市场在此处刹车了，后续容易发生改变。而很多低点的存在下跌止跌的位置，都会出现这种刹车的 K 线形态。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有一根 K 线下跌途中出现，它的实体比昨天的实体要小，并且刚巧的是，它的实体被昨天的实体全部包围。那么它同时呢，也叫做包线。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从这一个高点起的调整的下跌，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这两根 K 线是不是第二根 K 线的实体被完全包围到了第一根 K 线的实体之内？那么在下跌中出现，我们就认为这种下跌到此处容易出现停滞，容易出现停顿，后续是有可能发现趋势的改变，或者说机会的出现。好，我们看到前期这个高点后的下跌到这个位置，为什么止跌上涨？你会发现是不是同样出现了2号 K 线第二根 K 线，它的实体被1号 K 线的实体完全被包裹，完全的包围，出现了这种包线。好，出现之后，市场是不是出现了止跌上涨、止跌反弹？我们先不管它后续的上涨是涨得多还是涨得少，关于动能方面，上涨动能方面，我们在第二部分，也就是在下一个讲量价方面的内容的时候，会讲到刹车键的动能部分。现在先来学习一下基本的刹车，你会发现是不是有的刹车周涨得好，有的涨得一般这个呢跟成交量有关。我们来看到后续，包括这一个刹车，是不是它同时呢也是刹车键像这里像后续的这几个下跌途中出现的，是不是都是所谓的刹车键，都是下跌中出现吧？你会发现的是，怎么有些呢能够反弹，有些呢能够反转，而有些动都不动，根本就没有刹车，反而继续的下跌。包括最新的这个位置纳斯达克指数是不是最新的此处也出现了一个刹车键？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具体去讲一下，出现了刹车键之后，怎么确定它能止跌？
它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上涨？通过价格的角度，我们要确定止跌的话，必然需要出现的是上涨。那么比如像这一个刹车键啊，我们把它标作1号的刹车键。1号的刹车键出现之后，如果股价后续能够有效突破2号 K 线，我们就认为它这里不会再继续下跌，而是止跌出现后续的上涨。那么2号 K 线呢，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它是实体较短而影线较长，那么我们可以把整体突破的范围局限到这一个实体范围，我们看到此处，也就是说，股价后续在刹车键之后出现了突破突破2号 K 线的实体，就可以定义为此处刹车成功，容易出现后续的上涨。那包括呢，我们看到第2个刹车键，市场出现下跌，出现第2个刹车键。那么第2个刹车键的 K 线呢，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它没有特别长的上影线，实体和影线之间它也没有相差过大，所以你可以把第2根 K 线的最高价格作为确定的范围，一旦突破，认为此处刹车成功，股价后续是不是容易迎来反弹？好，那反弹途中这里出现3号的刹车键，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里容易失败。一个呢，就是很明显它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它只是一个十日星，并没有有效的突破3号刹车键2号 K 线的最高点。那么同时呢，它这里其实并不构成下跌，它只是反弹途中一根阴线，一根阴线呢是不构成下跌，不构成调整的。你发现1号的刹车键是不是下跌了3天2号刹车键前期也是连续的下跌，3号刹车键呢，它并没有有效下跌，只是一天调整，它依旧属于反弹途中，依旧是上涨途中。那么它不能定义为是下跌，那么就不可能是下跌的刹车键，这是第2个原因。那么如果你遇到这种刹车键，正常来说它是不具备我们所说的空方衰竭下跌刹车后续能够看涨的，何况它也没有突破。我们来看到第4个刹车键，那么这肯定是下跌途中了吧，连续的下跌了1周。那为什么这一个刹车键后续并没有成功呢？它的实体2号 K 线的实体也被包裹在了1号 K 线实体之内。那么我们会看到的是，它的最高价是不是很明显没有被突破，后续股价的最低价还被跌破了。如果它的最低价被跌破了，那么这个刹车大概率呢是不能成功的，哪怕后续再突破也是效果很一般的。那么看懂了4号的刹车键，你就能看懂后续的这一个5号、这一个6号，以及呢最新的这个7号的刹车键。我们只需要把2号 K 线相对应的最高价，如果上影线较长，那么就以实体的最高价为主；如果上影线较短，和实体没相差太多的话，就以最高价为主。那么你会发现是不是5号、6号都没突破？所以从这一个高点下跌以来，为什么4、5、6都刹车了，但刹不住呢？下跌动能过强，根本没有像样的上涨多方出现，所以哪怕刹车，继续呢也会往下去滑行，惯性的下跌。我们看到第7这里，它属不属于下跌的刹车键？前面的解析听完之后给大家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教学，那不能全都阿哲在讲，你不思考吧？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的这一个刹车键2号 K 线的实体被1号 K 线的实体完全的包裹，那么这个刹车键从 K 线蜡烛形态来讲是合格的。那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股价后续突破了2号 K 线的最高价，是否能构成买进？是否说明这里刹车成功，能够证明价格在此处能够去买进？如果你觉得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回复一个数字1如果你觉得可以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回复数字1。如果你是觉得不可以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个数字2你觉得这里呢它是不能够去做的刹车键，可以回复一个2。看一下大家是否对于这个价格的下跌刹车键已经足够清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2个部分，刚才讲的呢只是一个价格的刹车键，
那价格刹车键其实挺多的，挺常见的。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一个图表当中，这只个股当中出现了几次的刹车键。首先，它必须要是下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图中我画框框的位置，它可能第二根 K 线被第一根 K 线实体所包围，但是不代表它们全都是刹车键哦。那你会看到的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第三次出现都属于下跌途中，所以没有问题。那第四次出现，它是不是就不属于下跌途中了，是上涨途中？所以呢，第四个刹车键它是不可以的，它的方向是上涨，不能定义为它是属于下跌刹车。那上涨中出现属于什么呢？属于上涨途中的刹车。下跌途中刹车，我们认为呢有可能会止跌。上涨途中刹车会干嘛呢？它容易会滞涨，甚至呢趋势转向。那么4号呢，它属于上涨刹车，不属于下跌刹车。5号它属于什么？它就属于下跌当中的刹车。所以1、2、3、5它属于短期的止跌的刹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刹车之后成功了没有？那么1号它是带有长上影线的。如果遇到这种十字星类型的，当然它的长上影线其实也还好的，那么你也可以呢，我们把最高价作为它的一个突破的样式因为它的上影线虽然比较长，但其实呢还没有比昨天的实体长，依旧呢可以以它最高价为主。股价出现了高开低走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 K 线，后续呢依旧下跌。第二次的刹车键又是一个十字星，它依旧呢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所以呢依旧没有有效的刹车的动作。直到我们第三次出现的刹车键，它这个下跌刹车，第二天是不是有效多方进场，直接出现了一个反攻？所以这里就是出现了一个成功我们说较为成功的一个反向动作。我们来到这一个刹车键，股价是不是一个十字星？它并没有在次日直接出现突破，而是后续才出现突破。那这种怎么看呢？注意了，这种延后突破的必须要注意一个点，2号 K 线，也就是被包裹的这个实体，它的最低价格不能被有效的跌破。你发现后续连续3天的十日星，它并没有跌破前期十日星的这个低点，而反而是在停顿之后出现了有效的高开的一个 K 线，后续反而是进行了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这种叫做一个有效的刹车，有效的多方进场的现象。那么我们依旧要回到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位置的上涨和这个位置的上涨，很明显多方的动能力量是有所不同的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反弹，一个呢很明显是一个极为凌厉的短期的上攻。如果你买入刹车键之后能够买在这个行情，那肯定要比买入反弹要更好。那对于个股的交易，这里我们就通过量价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两者量价有什么区别呢？你会发现第二天其实都是缩量的。正常来讲，刹车键的第二根的 K 线，它应该是成交量上是缩量的。大家注意了，成交量上来说，在刹车键的第二天，它应该是一根缩量 K 线，但是后续的起跳，它就和这个缩量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来到地量的一个形态上的讲解，市场当中的地量其实大体呢，无外乎超脱不了2种，包括我们地量系列前期所讲到的地量双雄地量双阴，以及呢所谓的地量的坐标，其实都属于这2种类型。一种叫做量能上是空间的地量，一种是时间上的地量。当股价是以短时间内却有足够幅度的一个缩量的形态出现时而产生的地量，这种属于空间形式上的缩量。而如果股价呢是以时间为主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缩量，那么它就是时间上的缩量。这2者之间的资金的手法和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前者较为凶悍，比较狠，后者呢相对是通过时间来进行清洗浮筹，来扩大自己的领地。那么两种方式虽然都不一样，其实他们后续都会容易达到一个相对的区域，一个低位相对控盘较强的区域。也就是说
两种地量到后续所产生的低点，其实都不太容易被打破。那么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短期的这一个刹车，第二种它就属于空间上的缩量。那么这一个空间上的缩量，它的表现就是刹车键的同时出现了地量。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的成交量缩小了1倍啊，也就是50%，减少了50%。那我们看到，在第一次前期这个低点出现的刹车键的时候，量能虽然是缩的，但其实是温和的缩量，这种是正常的表现。所以后续的上涨呢，相对来说也是较为温和的。我们看到此处的这个刹车，它的一个刹车键出现之后，第二根 K 线的量能直接就比第一根成交量缩小了50%，缩了倍量。那么这种时候，它所构成的就是空间上的地量一步到位，而它产生的低点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跌破，而它的高点如果能够被突破，一般意味着一轮行情的启动。所以你要关注的，除了 K 线上的刹车键之外，你同样要关注一下，是否在刹车键出现的时候有出现空间上的洗盘的地量。如果有，那么恭喜你找到了地量刹车，很大概率将会是一个短线起爆的点位。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为什么要找到刹车的点位？为什么要找到量价的异动点位？其实刹车就是市场的异动点。技术分析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去做交易，特别如果你是短线投资者，你说我这样的行情给到你，在这一段行情当中，你怎么去做交易？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赔钱的。你只有参与这两侧，左侧和右侧，才有可能大概率的盈利。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左侧和右侧的行情？你就必须要找到市场当中的异动点位。也就是说，它异于常态时候的异动的技术面的点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以前，你可能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同，你可能依旧呢会想的是，我看到了平台，我去做突破。但突破买入时，其实已经晚了，甚至呢可能追高了。短线上呢，可是不太支持这么去做的。那如果我用刹车键来去找到市场下跌的停顿点，比如说这两根 K 线，后者的实体被前者包围，并且它是一根10日星哦，10日星意味着变盘，前期高点下跌到此处出现了变盘，并且出现了异动的刹车点位，下方的成交量比昨天的成交量缩短了1倍，我们说缩倍量在此处出现，它的最高价被突破之后，我们去做一个有效交易，从此处买入是不是比突破买入要更好？并且它让你在前期停止交易，不要随便交易，因为前期并没有太多的那我们所说的异动点位。好，这就今天呢我们所提到的关于量学小课堂第11讲的地量刹车，找到市场的异动，找到市场的机会，不要盲目交易，那么你的亏损的次数将会大大的降低，你盈利的机会将会大大的提高。那么听到这里，如果你感觉有所收获，对于成交量呢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也可以呢在下方点赞本视频，订阅该频道，以后我们继续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那么更多精彩内容，下期视频继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